嗨，大家好！现在呢，我又来到了一片自由的天地啊，非常开阔的景色。右手边呢就是珠江啊，对面呢就应该是黄浦港。左手边呢就是一片田野，望过去的建筑物呢，应该就是广汽公司的一个主要建筑啊。在前方呢，就是应该是黄浦大桥了。所以呢，我现在在化龙这个地方，我的身后呢是广汽的知联小镇。上一次呢，曾经从莲花山啊，就是骑着这部小折叠单车到过这个附近啊，但是这一段呢就没有骑过，所以今天呢开着车到这边再来逛逛。天气很好，但是呢也很炎热。先去往前骑一段啊，探寻一下这一段从来没有来过的路段。非常有特色的一段路，右手的江水就隔着这么一个堤岸啊，左手边呢就是水田、池塘。广州的汽车城啊，广汽的基地就坐落于此。刚刚我们开车过来啊，看到那个大路上有牌子写着汽车城3个字啊，还有一块很不错的大石头上面刻着3个字。几十年的发展啊，广汽集团呢跟很多的汽车知名厂家合作合资，现在呢也有了自己的品牌。刚才我看到有一个叫广汽传祺，这个现在就是广汽自己的一个品牌吧。但是最早的时候呢，主要还是跟丰田、本田，后来呢又跟更多的一些国际的品牌来合作。在我以前的病人里面呢，就有很多这些外资的汽车品牌的员工，当然主要是一些外派到这边来的高级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才。从纯粹的进来合资办厂，到最后呢形成共同研发，现在呢有了自己的品牌啊。几十年的路走过来，已经成了广州啊一个很大的经济的支柱，就是它的汽车工业。对面呢，应该就是黄浦港了啊，连绵不绝的大吊车，对面还有几个大烟筒啊，喷着那些白色的烟雾。虽然今天啊能见度还不是特别高啊，但总体来讲的话呢，天气还是非常不错，蓝天白云。
好像骑到了这边呢，就到头了。这边有一个国家生态环境监测啊。前面就是没有路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在这边稍微的看一下江面。这边呢，应该就是黄埔大桥了啊。走一次要花35块钱的一条高速公路上面的大桥，延绵过来的全都是港口，前面有大量的等待卸货的货轮，这边还挺开阔啊。好，我们继续骑行。掉过头来呢，我们向着广汽的汽车小镇啊，那边有个叫知联汽车小城吧，去看一看。看来呢，刚刚那个地方啊，就是这条骑行道的终点了。从这边呢，一直是可以骑行到莲花山那边啊。上次就从那边出发，骑行到汽车知联小镇，也就是前面啊，有很多高楼的地方，很多沿江的居民楼啊，都已拔地而起。我们在这边呢停一下，前面那个大楼，广汽研究院，就是广汽一个研发的部门吧。那边也有几个大柱子写着“广汽传奇”，应该就是宣传他们自身的自主的品牌。这边呢，一片的香蕉地啊。刚刚我们开车过来也走错路，在一片香蕉林里边呢穿行了半天啊。看来这边的农民呢还是比较单纯，主要就是传统的一些种植业啊。所以我在想啊，面临着步步紧逼到跟前的这种汽车城啊、城区化，可能心里头啊都会在想着什么时候呢，尽快这块地方被收购啊，他们自己呢也可以洗脚上田了。然后呢，就在这样的一个新发展的区域里面找一份工作啊，彻底告别农民的称号。
今天的气温呢，室外啊大概32度左右吧，晒在身上呢还是有点热啊。但是呢，这里毕竟有江风吹过来，江风吹在身上呢，能够帮着降温，所以也就才骑了没有10多分钟吧，感觉还行，还没出汗。看看这些啊，在城区难得一见的绿色的田野，非常开阔的环境啊。主要呢靠着一条大江。江面上啊，还有几艘小船，有点像那种普通渔民的小船啊。刚刚我的车呢，就是从这条小道上拐上来的，因为一开始呢走错路啊，走到前面呢走到一条死路上去了。也就是说，我刚刚就从这边开始骑行的，只不过呢，刚才是相反的方向。现在呢，我向着前面那些很多的楼房的地方啊，向前骑一下。感觉这个右手边啊，堤岸下的那些农田呢，除了种植一些香蕉之外啊，好像也没有种什么农作物，反而呢都是培育一些花草啊，一盆盆的这些花呢，可能更容易卖钱吧。江面上停着好多的货轮，看前方啊，高耸的那些新建的楼房，和这一边的呢，农民的那些低矮的建筑啊。
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。这边呢就有一个河道，一个水闸，叫七沙水闸。现在呢，我要骑过这个水闸上的那条桥，才可以到对面去。这个水闸还算蛮大啊，好多个孔啊。到了这边呢，我就想起来了，我上一次从莲花山客运港啊骑行过来，这就是我那次的终点。还是有不少的钓鱼爱好者在江岸旁钓鱼。我看到还有几个好像钓上来的鱼大概有1尺来长吧，但没看清楚是什么样的鱼，还是有收获啊。
现在呢，我已经来到了江畔的一块绿地了，看见有人也在这边垂钓。看看能不能把车抬下去，在江边呢骑行一顿。这边呢离江更近一些，更清水的地方啊，看看能够骑多远。江涛的拍岸声啊，清晰可闻。好像这边的江风啊更加凉爽一些啊。清水的江岸啊，还是很漂亮。遗憾的呢，就是这个珠江里面啊，垃圾太多啊。幸好呢，刮来的阵阵江风啊，还没有那种异味啊，没有那种垃圾发酵啊形成的臭味。只要你不看那个江面上垃圾啊，还是可以享受一番江岸骑行的乐趣。到了这边呢，好像情况稍好一些。上次我骑行呢是在右手的堤岸上的那条马路上啊，
这是我第一次在清水的这条江岸小道上骑行，所以呢，稍稍呢就想多骑一会儿。等一会儿呢，我们再回到正常的路面上啊。每到一个拐弯的地方呢，就会有很多的钓鱼爱好者啊，可能他们摸清了水流的规律啊，鱼呢在这边会比较多，所以呢，我的前方啊就有很多人在那边钓鱼，但是我这边呢就到头了，只能把车抬到台阶上啊，去到公路上往回骑行。前方呢就是莲花山宝塔和宝塔前面的那个观音的像啊，我们掉头回去吧。这边呢又是一个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的楼。好，现在我们向着前方的智联汽车小镇进发。这样看出去风景是不是不错？这边的江岸的围栏啊，做的比较低一些，所以呢，通过我们的镜头呢，是直接可以看到江面，非常开阔啊。中国的这种造城运动啊，基本上都一种模式，就是呢，政府啊做一个大的规划，向农民征地，引入开发商，让那些原本世世代代住在这边的农民呢搬走，当然也会给他们住房，给他们一些安置。很快呢，就通过这开发商的建设啊，很多楼房呢就拔地而起。但是呢，发展商只干一件事，就是起楼卖楼，然后这些配套的设施啊，全部又转给了政府。所以呢，往往啊，居住的大的环境呢建设啊就滞后，学校、医院。更重要的是，搬到这边来以后的工作机会啊，这些呢会滞后很多年，甚至呢几十年以后啊还是老样子。所以呢，大家这边买个楼呢，无非就等着它升值，或者呢退了休啊，不需要工作人到这边来住一住而已。它没有办法真正形成一个95%的功能和市区市中心一样的那种宜居的小镇啊。所以呢，虽然楼呢是起来了，但是谁要率先搬到这边来的居民呢，就有诸多的不便。甚至呢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啊，就会发现啊，当时开发商说好的各种生活设施等等呢，都无影无踪。所以呢，买这种远郊的房子，无一例外的就是趁着它便宜啊，因为城区里头买不起，但是呢，也把它作为一个投资买来放在那里。
只有极少数人呢是买来准备自己度假、长期居住，比方说退休，喜欢一个好的生活等等。这就造成了一个结果，那就是很多很漂亮的这些小区啊，到了晚上你来看的话呢，没有几家是开灯的，也就是大家说的鬼城。其实这些地方都很好，只要生活配套啊、教育配套、医疗配套，有更多的工作的机会啊，这种地方呢，应该比市区里头住的要舒服，而且呢，也更可负担性啊。这个就是现实。所以，如果经济啊某一个时间段有停止不前的这种情况的话啊，很多人对这个房子啊继续升值呢，就会缺乏信心。那么马上就会出现呢没有了接盘的人。那么那些举债啊、借的钱炒楼，期望能够过一些年得到一些回报的人呢，可能就会顶不住啊，就会抛售，最后呢形成踩踏。然后国家这个时候呢，又变成了一个维护房价的一只手，有意呢要拖住这个房价，因为呢还有源源不断的地需要批出，需要有开发商来买去，否则的话呢，财政就会出现问题啊。这个就是一个循环。那这边呢，很多的房子啊，竖着很多的牌子，环境呢其实做得相当不错啊。但是光有这些环境，如果没有实实在在的配套啊，大家还是没有办法在这边安居乐业，尤其是乐业才能安居。从这条路进来呢，就发现啊，这边就不是一两排的这个楼房，而是呢变成了整片的小区啊，也已经开了一些啊维持最基本生活的一些小店。这边呢也有学校啊，一个幼儿园，广冈的一个幼儿园啊。幼儿园边上呢，就有一个叫山海连城学校，相信呢是一个小学，石楼镇中心小学啊，可以看一看这个学校的正面。整体自然环境啊，居住环境应该是已经做得不错了。
这边呢有个牌子写的叫丽莲花园啊，山海连城。我们呢再往回骑啊，我刚刚看到在这个山海连城边上有一个小公园，看看能不能进到里面去骑一下。它就在那个10楼中心小学的边上。叫陶乐园啊，这个乐字已经掉了。就是这么一个小公园，好像也只做了一半啊。这里呢就到头了。继续掉头。所以呢，我的理解啊，谁要搬到这种新区呢？你如果是在这个附近啊，比方就这个跟汽车工业有关的一个员工，你要在这边长期居住下去，你的家人、孩子都在这边生活，那我觉得这种地方还是非常不错的啊。因为最起码呢，你是有工作，你又可以在一个比较新的环境，最起码房子是新的，环境不错。那无非呢，就是你在休息的时候啊，周末的时候呢，可能开车出去做一次采购啊，就有点像国外的这种生活方式。但是呢，回到家里啊，还是可以在一个比较舒服的环境里面生活。普通的生活的这些小设施啊，应该呢也已经有了啊，因为这边已经是一个不错的社区了。但是呢，更深层的这些啊，更高层次那些需要，恐怕呢还差得远啊。所以我想主要的问题呢还是工作机会啊。如果你不在这边工作，每天要开个1个来小时的车到市中心去上班的话呢，这个很可怕。今天也不错啊，因为骑车呢逛到了一个平时一般也不会来的地方，而且呢，在这条叫连海路上啊，见到了不少新的住宅、新的小区，房子的样式啊，整个环境都是没得说。好，我们今天在广州啊，广汽的汽车城边上的知联小镇的骑行呢，就到这边吧。现在呢，我要跟我太太去会合啊，我想她应该就在附近的某一个停车点停的车。今天也是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啊，来又看了一看珠江两岸的风光，骑行了大概有10来公里这样的路程，基本上呢也达到了一个锻炼身体的运动量啊，在这边结束。
跟大家说声拜拜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